老大，老爷子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到了，要不咱们先停一下？就他，有名的倒贴千金，老头子给我安排这个，还真是看得上我呀。恭喜福少一杆进洞！老大，全体都有。福少好球见，虽然人狗了点，但身高腿长，还算有料。谢谢。省你的。你们都撤下吧。你就是老头子让我香的那个？哼，联姻可以，但我有些条件，我得跟你说清楚。不多，就99条。福少还有别的要求吗？你看清楚了？不用看，我都答应。话先别说太满，我们傅家可是名门望族，婚后要求一胎8宝，必须生男孩。这一胎8宝有点难，多生2次行不行？我保证给你生8个男孩，2个女孩，凑够10个10全10美。你认真的？看不出来我在刁难你吗？你是我未来的丈夫，我以后要共度一生的人。这只是你对我的小小考验，我懂。全南城都知道，楚大小姐有个白月光，追她追得疯得不要命，怎么突然态度180度转变？因为楚若雪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竟然跟踪我！我传书了，一觉醒来就变成了小说里的恶毒女配，真见不小了。韩以琛，小说男主，孤儿院长大，为获得处世资助，设计让原主落水，而他英雄救美，成功得到名额，也让原主一见倾心。韩以琛假装高岭之花，让原主做出不少荒唐事，那名声传遍全城。而韩以琛却和被原主家领养的堂妹，也就是本书女主楚安乐走到了一起。最后，楚父被气得心脏病发去世，他们联合掏空楚家，原主破产，病死皆同。看来楚小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我先走了。恶毒女配，我都不当。联姻对象是顶级豪门太子爷，还双开门大长腿。选男主不得好死，选男配财产超级加倍，那我肯定要选。我没搭车，可以送我一程吗？奇怪，那个千金小姐力气怎么这么大？你点头了，哇，你人真好。那我们走吧。算了，谢谢未来老公的夸赞。楚若雪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耍什么花样？哼，故意带个男人在我面前晃悠，以为我会多看你一眼？哼，自作多情。这真不想看到我的人，根本不会开口跟我说话。你真要是把嘴闭上，我就信了。这就是大伯给楚若雪定的联姻对象傅凌生，长得倒是不错，可惜就是个撑不起家业的纨绔。姐姐，这位是死绿茶，你爸没有教你，别人家事少打听。哎呀，
我都忘了，你爸进监狱有10年了吧？怪不得没教好你。这个贱人怎么突然难对付？姐姐，我只是想关心你。楚若雪，别不知好歹。安乐关心你，你揭他伤疤，给他道歉。伤疤？什么伤疤？爸爸贪污导致工程出意外，不知道害死多少人的伤疤。还有，我不知道好歹。哼，你吃我的用我的，还在这里对我指手画脚，到底谁不知好歹？你现在立刻给我跪下磕头！我或许可以原谅你的以下犯上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以琛的实验已经有了成果，前途不可限量的。我马上要引进一批德国的新产线，初步实现量产，到时候你跪下求我都轮不到。书中原主就是为了这条生产线，偷偷挪用楚氏资金，导致楚氏出现大危机。我可不会犯这种蠢。新产线，那应该很贵吧？以琛哥已经谈到投资了。当然，多的是人排着队给我送钱。不过呀，我这个人心软，看你这么卖力的在我面前表现，就把这个新投资的机会让给你一个站在我身后的资格。站在你身后是吧？不用太感动。我你你敢打我？不打，我不打，你还活在梦里呢。姐姐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想打你的。哎呀，是我身体条件反射了。哎，你这么宽容大度善良，不会跟爸妈告状吧？没，我怎么会告状呢？贱人！你分明是嫉妒安乐才故意打他，立刻马上给他道歉，否则我这还没有时间找你麻烦，你倒是自己贴上来了。是时候让你知道谁才是爸爸。清算韩以琛的实验室，数据封存，场地设备停用，相关研究人员按照流程辞退。啊，还有你现在住的大 house， 它也是我的，请你几块搬出去。楚若雪，你闹也有个度，敢动研究室，你信不信我？我最讨厌打女人，再动一下，你那条胳膊就别要了。太好了，还好有你，不然我肯定会被打死的。是吗？可我感觉，即便我不在，好像死的也是他俩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他用来气我的工具人，也敢打我？工具人？当然不是啊，你可是我认准的未婚夫。这么讲价，那敢不敢跟我去地方？随时放开。姐姐真是太过分了，做这种把戏，不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吗？这是这个傅林生果然跟传言一样顽固，竟然搞这种协议来羞辱人。我就知道他就是故意气我。傅林生怎么会看上他？都怪我，要不是我，姐姐也不会撤资。哼，撤资？这不过是欲擒故纵的小把戏吧？见我不理他呀，最迟过了今晚就会把钱乖乖的给我送过来。新产品能问世啊，也有你的一份功劳。明天德国新工厂那边负责人会来签约，我会在家举办一个小型派对。你可是大家的嫂子，也得来。你猜今天这个会不会哭着出来？包的呀，老大相亲没有100也有80，哪个能笑着出来？真有这样的，我跪下磕头叫他祖宗。
我操！我见到祖宗了！我天冷想睡觉，看到了云朵上的今日在慢慢变老。挂着过彩虹桥，望尽彩虹我睡觉，花要吃掉这。老大不是厌女吗？难道治好了？按照剧情，我的名声被男女主霍霍的差不多了，搞砸这次婚约，原主的父亲会对我彻底失望，正式培养楚安浪做楚氏继承人。不过我不是原主那种恋爱脑，我只会接住这场破天的富贵。到了，这是哪儿？你不是说我是你未来的丈夫，只要我提的条件，都会答应你？老傅，今天相亲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这么多条条框框是不是爆管用的？效果怎么样？这位是？你好，我是楚若雪，傅林生今天的相亲对象。我车呢？准备好了。坐在我后面跟我跑一圈，中途不喊停，我就同意联姻。这是林相中往死里整。听哥一句劝，千万别去招惹他。他开起车来根本不要命。上一次我坐他的车，差点没给我吐死。好啊，我答应。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这既然要追求刺激的话，那不如贯彻到底了。这场比赛换我来。哎，你会赛车？对的，不过也就是 MXGP 亚军而已。我跟你讲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要是从这上面摔下来，那不得青一块紫一块啊！也可能是这一块那一块。别开这种玩笑。不行就算了，我送你回去。怎么，你不敢啊？那我一个人上，还能更轻省点。换衣服。什么？换衣服，我陪你。来，10分钟，你要能跑进10分钟，就算你赢。7分钟。什么？7分钟跑不完，算我输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富哥也只能跑进7。上来啊！抱紧我。用不着。不是不抱吗？刚手滑了一下。行，那 Go Go Go， 出发喽！怎么样？行，哥，快看，6分半，破纪录了！是我赢了，说话算话啊！行。哦，对了，这另外赏你的，不用谢。抱歉。什么？这声音太小了，我听不到。
高尔夫球场的事，抱歉，我不知道。毕竟你之前，总之是我不对。没关系，毕竟你是我的未来老公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你只能跟我结婚了。老公，盖章了。等时间定下来，我告诉你。不过口口声声要跟我结婚，那你的小白脸怎么办？什么小白脸？韩。哦，你说韩以琛啊？你吃醋了？我会吃醋，可惜。我只是怕我未来夫人跟别人不清不楚，影响我的名声罢了。放心，我都懂，不会让你头顶发绿。那今天先这样了，我们回头再联系。我送你。哎呀，那个，你还是好好休息，我先去换衣服了。哦，哎，这楚家大小姐真是狂野啊！我看某些人呐，要坠入爱河喽！滚一边去！哎呀，我一想到咱闺女要嫁给那个傅林生那个纨绔，我就舍不得。哎呀，纨绔一点又怎么样嘛？我们家闺女啊，名声还不是一样烂大街。我告诉你啊，钱才是实打实的。要不是这个傅林生的坏名声在外呀，我们家闺女啊哪儿够得着？哎，我是费了多大的力气才攀上那个傅家，舔着这张老脸。哼！哎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相亲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这傅林生说找个时间正式一亲。啊，真的？哎呀，老天保佑啊！老天开眼了呀！什么事让大伯母这么高兴呀？哎呀，你堂姐和傅氏的联姻成了，老楚啊，我可得好好准备准备。我也要告诉那些不长眼的亲戚，让他们来看看我们家闺女啊，有的是人要。哎呀妈呀！走走走。姐姐，虽然以琛哥选择了我，但你也不能糟蹋自己呀。啊，就算以琛哥选择了我，哈哈哈！哇，你们俩真的是垃圾桶配馊饭，绝配！你还不知道吧？明天以琛哥要跟德国工厂签约，顺便在家里开庆功宴。对了，他好像没邀请你。我不撒逼的，签个屁的约！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准备庆功宴了。毕竟现在我才是以琛哥的女朋友，这种事情都得亲力亲为呢。喂，楚若雪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引进新产线需要20个亿资金，明天之前把钱还给我，我就原谅你今天的行为。行，你等着吧。烧我的前岗研究，搞出来继续叫我投钱生产，再在我的别墅来庆功，我是什么冤大头吗？哇，老大，你这别墅也太好了吧！好，今天引进的新产线才是好，德国顶级设备，20个亿呢。
不是说联系我吗？回家就销声匿迹了。哼，你就是这样对自己的未婚夫的？我先处理点事情，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。好。这不是楚若雪吗？她在这干嘛？去，给我查查这栋别墅业主是谁。老板，这栋别墅的业主是楚若雪。啊，那不就是邻居了？真是缘分呐。不过登记的常住客却是一位姓韩的男士，好像叫韩以琛。韩以琛？我操，那不就是那个小白脸吗？不行，得告诉福哥。老大，吴先生的电话。说，福哥，春景花树快过来捉奸！你未婚妻在这里养小白脸呢，叫什么韩以琛？捉奸小白脸儿，你老大铁如山刚感化。都跟上，以防万一。捉奸不得多带几个人啊！这出场气势必须拉满。哼！准备不周，大家随意。安乐姐好，安乐姐好。等我们的研究项目赚了钱，你们只会住得更好。哟，这在别人家开庆功宴，不合适吧？你来干什么？哇，不是你找我要钱投资新产线的吗？你的钱？你们处事是有点钱，可我们老大也不差，研究室全资购买了新产线，看不上你那三瓜俩枣。想借着投资填我们老大，可惜我们老大已经有安乐姐了。哎，太漂亮了！那句话果然说的没错，这有卧龙的地方，就有凤雏。这看来你们还不知道，这个研究室究竟是谁的？楚若雪，这个研究室是我一手创立的，谁不知道这是我的研究室？可是钱是我出的呀！哼，搞笑，你出的钱？你怎么不说地球是你家的？我们研究室的出资人就一个，我们老大，你这也能蹭，我真是服了。唉，这看来韩以琛还没告诉你们吧？这个研究室昨天已经被清算封存了，你们会一个一个按照流程被进行辞退。他想干什么？威胁我？你不过就是我们老大的一条舔狗，研究室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请问呢？因为这个研究室真正的老板是我。楚若雪，你发什么疯啊？我来说回我自己的东西，这研究室、房子、车，连房子都是你们家的，你怎么不说我们老大是你包养的小白脸呢？哎，你说的还真是有点道理，他的确就是个小白脸。楚若雪，我劝你适可而止，再闹下去，小心我再也不理你。真有这种好事？快滚！姐姐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滚！你一起滚！谁给你的权利这么对我手下工作人员讲话的？给他们道歉！又道歉？你在这演苦情剧呢，我可不奉陪。威廉，欢迎。我今天带了合约过来。
不知道韩先生的定金是否准备好了？真是有自信，认为我一定会了解。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个钱怎么花。楚若雪今天来，就说明她在乎我，这个钱她肯定会付。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先签约吧。请坐。签吗？签完我可不给钱啊！威廉先生，请稍等一下，我先把无关人员清理出去。给我出来一下！昨天不是说好打钱了吗？耍我呀！别付淫妇，得让我付哥看看。哥，太过分了！要不要我现在进去打他们一顿？放手！放手！什么？要我打钱呀？不好意思，威廉先生，看来合约的事得改日了。我看你就是来捣乱的吧，快滚！得不到就毁掉是吧？垃圾！你们还真是分不清大小王啊！1分钟之内，把辞退消息发送给研究室所有人。白日做梦，怎么可能？现在大家可以滚出我的家了吧？你当我和我未婚夫见面？未婚夫，人家订婚协议上写了99条，人家呀根本就没看上你。不过也对，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活该一辈子没人娶。谁说他没人娶？你怎么来了？有人说我未婚妻在这里养小白脸，叫我来捉奸。说什么？不是，谁挑拨离间的？我弄死的我！看来傅少爷知道楚若雪追我的事情，他同意联姻，不过就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。但是我还要劝傅少擦亮眼睛，小心啊，捡到烂鞋。你。敢跟南城地下的头头这么说话，永生！你凭什么打人？副使了不起啊？信不信我到副使总部投诉你？你说若雪同意联姻是因为你，是因为你比我强。你知道我的性格，还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就算再臭名昭著，也不是你这种人能比的。下次跟我说话，记得先鞠躬。傅灵生，你出去！赶紧滚！我还是不够狠，傅灵生出手，一个回合就解决了。下次我也要凶一点。你过来坐。看来外面所言不虚啊！楚大小姐为追白月光，一掷千金。这春景花树1号楼，全南城最好的别墅之一了。曾经的楼王被你买下了，金屋藏娇。你喜欢？送你吧。我只配捡剩下的。你不是有事要忙吗？送一下。好的，老板。我宝贝，你怎么能说是剩下的呢？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进这个房子。哎，这应该说是我们两个新的开始。
别动手动脚的。你果真第一次来？真的，你可以去问物业。我今天也是来收房子，才第一次来。真的只是来收房子，不是借口来找小白脸。你怎么能这么看不起自己呢？你说你要长相有长相，要钱有钱，要人品，有钱有长相的。就是说我人品不行吗？说为什么摸他？拍着照片的人挺适合去做狗仔，这么刁钻的角度，挑拨我们夫妻关系。是谁拍的？我找他去。以后再遇到这种事，可以叫我一起来，以免叫别人以为你又在做什么。什么意思？研究室的人我都送走了，你没事吧？楚若雪这次玩过了，做这种戏，过2天不还是要求着我原谅？到时候啊，我一定要让她好看。姐姐真是疯了，为了气你，竟然跟傅林生那种纨绔搞在一起。傅林生立那份协议，分明就是想羞辱楚若雪，想让她知难而退，根本不可能真的娶她。那傅少为他出头，像傅林生这种纨绔，只是觉得自己不如我，恼羞成怒罢了。可是姐姐说，傅氏过2天来家里商量联姻的事儿，大伯大伯母请了许多亲戚作陪。哼，不就是想故意演给我看吗？他今天让我丢脸，到时候我就让楚氏的亲朋好友来欣赏欣赏这份协议，到时候看谁还敢叫我这个贱货。哎，确定要结婚啊？哎，你以前不是最讨厌联姻的吗？因为你爸妈就对联姻的怨侣，甚至都有些厌女了。女人碰一下你就浑身不舒服，怎么？现在想通了，想结婚了？我不讨厌他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难道是因为以前的相亲对象都太丑了？这一次遇到楚若雪、楚家千金那种顶级美女，你心理障碍就自动好了？她的确漂亮。你就是见色起意，我跟你讲。不过，你既然要真喜欢，就得赶紧抓紧把她娶回家。我可是知道楚家千金一直有个白月光的。一个吃软饭的废物，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行，你是南城地下的这个，你说什么都对。什么地上地下的，说话注意点。我可不干违法乱纪的事。懂。哎，不是你说这既然2家都要联姻了，是不是双方家长都得见面？我可是知道啊，自从你们家老爷子续弦以后，你一气之下把傅氏所有地下生意都接过去，应该没有和老爷子再说过话吧？你说能不能雇一个？打住！可千万别，整个南城上下谁不知道你爸长什么样？这要是敢雇一个，那不分分钟被人当骗子砍出来。对呀。行了，我给你想个办法，你不如现在就给你爸打个电话，现在商量一下，
我刚好在这儿，有什么问题还能帮你们缓解下气氛。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这个电话号码的？跟他说，我同意联姻了。后天上午11点，去楚家敲定联姻事宜。你是这个？伯父，是我，小梁。小梁，是不是阿生出什么事了？没有，伯父，没事儿。不过家里最近是不是又给阿生安排相亲了？是啊，他的相亲一年到头没有100也有80，南城的姑娘都快被他给相遍了，也没有遇到个合适的。小梁，你老实说，他一碰女人就难受，是不是不喜欢女人啊？伯父，是这样的，我是想告诉你，阿生这次终于相成了。成了？真的吗？你快说，是哪家的姑娘？这次是楚家的千金楚若雪。阿生想跟您约后天上午11点，一起去楚家商量联姻的事情。好，我肯定是那臭小子挂的，也不知道谁是你，一天到晚架子大的要命。副总，后天早上护城有个非常重要的会议，需要您参加。阿生那边必须得去。自从这小子接了傅氏地下的摊子后，名声臭就不说了，现在外面还传出这小子喜欢男人，好不容易相中一家姑娘，必须尽快定下来。会议的事，安排直升机去会议上露个脸，就马上往回赶。好，我去安排，副总。通知到了就行了。行。哎，刚你爸说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女的？我不喜欢女人，你有什么好高兴的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喜欢女人，那哪个男人跟我走得最近？我靠！大叔、太医，今天呢是副总要来我们家，就是商议傅少跟若雪的婚事。大家都是亲戚嘛，所以辛苦你们过来做个陪。哎呀，傅氏是好，可惜啊，搭上了是个纨绔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他都姓傅了，纨绔又能怎么样？因为原主倒贴韩以琛的事，他爸爸没少被亲戚嘲讽。今天搞这么大阵仗，也是为了出一口恶气。装，我早就打听过了，副总今天早上在护城开会，根本赶不回来。要是独子呢，纨绔点其实也没有什么，但是呢，这个傅家可不缺儿子。哎，那傅林生的后妈生了2个呀，打小呢就送到这国外啊，去秘密接受这精英的教育。这太纨绔的话，怕是分不到什么家产。大叔，你眼界小了吧？你看，副总他今年还不到50吧？不出意外的话，他还能长多个10几20年。有这10几20年，我们楚家借着傅氏就上去了，还会惦记那些家产吗？对吧？哎呀，我可是听说这傅少不喜欢女人。这傅少相亲没有100也有80，可是没有一个人碰过他一根手指头。看来呀，就是不喜欢女人。哎呀，这若雪要是嫁过去，估计是要守活寡的哟。
爸，表姨这么说，我也能理解。我就知道若雪是个懂事的，知道我们自家人呀是为了她好。这表姨的二姑娘当时也跟傅林生相过亲，可听说被骂了，这心里不舒服，说两句也是应该的。表姨说你不喜欢女人。你表姨是山川集团陈家那个？哇，你怎么知道？她二女儿跟我相过亲，手脚不干净，想开我头，被我骂哭了。收到，去战斗她。来，快点！好的，老大。老大的面瘫是越来越好。哎，他表姨，别生气，孩子不懂事儿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哎，这都什么时间了，这傅灵生还没来，不会不来了吧？傅家根本不会来人，楚若雪叫全家人陪着，不过是为了做出戏给韩雨辰看。重头戏该上场了。楚总，韩雨辰来了。他来做什么？韩雨辰说是小姐让他来的，说是归还小姐遗留的重要东西。归还什么呀？今天两家一亲的事也是你同意的，你又在耍什么花样啊？不是我让他来的吧？哎，把人叫进来不就知道了？哎，叫进来。是。要我说啊，韩以琛穷是穷了点儿，但好歹是个才子，总比嫁给那个纨绔好多了呀。就是。可惜啊，人家看不上若雪。是啊，这表姨这么喜欢韩以琛，不如把你的二女儿介绍给他。你来做什么？楚若雪昨天在高尔夫球场遗留了一份协议，我看了一下，应该是故意留给我的。楚若雪昨天在咖啡厅遗留了一份协议，我看了一下，应该是故意留给我的。这么沉得住气，给你们这么大的杀气，还以为能留在我结婚那天报应，现在就拿出来。毕竟是婚姻大事，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二位知晓一下，以防楚若雪走错路。姐姐，这怎么？这傅灵生摆明了是羞辱你，这怎么能签呢？写的什么呀？楚傅两家联姻协议，第一条，女方财产全归男方支配。啊？第二条，女方负责照顾家庭，家务全包。第三条，第三条是什么？第三条，女方嫁入傅家后，承担生育义务，胎8个。备注：必须全是男胎。这不是要人命吗？后面的更夸张。给我看！后面的是什么？哼，我说怎么攀上了傅少，还是倒贴。这以前啊，倒贴韩以琛那个穷酸货，现在嫁到豪门还是倒贴。这就是你所谓的相处得很好，上门一亲。你还以为你自己是小孩子吗？整天胡作非为，这种羞辱人的协议你也签？就算不顾家里人的颜面，你把自己当什么了？也罢，这就是一份恶搞协议，达成需要双方一致。你看看后面，除了我自己的名字，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吗？
的确，只有若雪一个人的名字。恶搞协议，协议一到手我就知道，结尾处没有标明甲乙方，约定时间只有签名一类，显然就是傅灵生随便你来为难人的，签了不能作数，只能吸引他的兴趣。哦，所以这份协议根本就是你自导自演，故意给我看的。傅家根本不会来人呐！姐姐，你这也太不应该了！大伯请了这么多亲戚来，你这不是给人看笑话吗？楚若雪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？太不像话！说什么傅家要上门提亲，耍我们玩是吧？就是。安乐，替我送客。各位叔叔阿姨，傅家看来今天不会来人了，各位舟车劳顿，等我们处理好家事后，再设宴给各位赔罪，请。谁说傅家不会来人？姐姐，韩以琛都把协议拿来了，你这样挡着，只会让亲戚们看笑话。哼，你给我让开！爸，哎呀，若雪，别闹了。这次大伯的失望应该攒够了。楚若雪，你的好日子就快来了。爸，傅灵生正在来的路上。够了！傅总，您吩咐傅家的人直接领进来。滚！楚伯伯火气挺大呀。啊，你就是灵生吧？不好意思呀。来坐。我能问问楚伯伯为什么要打若雪？他想帮我出头。这傅少别被骗了，楚若雪压根就没想联姻，他自导自演写了这份联姻协议，还故意丢在高尔夫球场给我看，就是为了气我。哎，你看这样就清楚了吧？啊！是那个99条协议，你知道？这么珍贵的东西，你丢高尔夫球场了？我也有一份南方版的99条协议，我们就是觉得中规中矩的官宣有点太无聊了，所以特意从网上订了一份恶搞协议，用作官宣材料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就说嘛，我们家若雪不会平白无故签这份协议的嘛。默契，我本来也是想这么解释的。拿了别人的东西，第一时间应该还回来，而不是自作多情。如果你捡了100万，也说是别人故意留给你的，那他现在应该在牢里。对呀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走啦！傅少一个人来的。老头子在护城开会啊，闹了半天，副总不来啊！啊，闹了半天，副总不来啊！哎，太纨绔，果然不行，不被家里重视。这敲定亲事这么大的事儿，连个长辈都不来，看来傅家的光，你们今天是沾不了。这搞来搞去，嫁女儿还得倒贴。哼，傅灵生又怎么样？一个纨绔能顶上什么大事？不是你，这表音想倒贴，不也贴不上吗？什么意思？哎，这表姨怕是忘了吧？这您这二女儿，当初还追着傅灵生相亲呢。我们只是看副总的面子进去坐坐，你该不会以为我们真的会把女儿交给这个纨绔吧？我只是说副总在护城开会，没有说过他不来了。我刚看到新闻，副总在护城出席峰会，今天上午10点半的会议要开一整天，
时间恐怕来不及吧。副总把事情安排在今天，不会是故意找借口不来了吧？嘿嘿呀，毕竟只是一个不受重视的儿子。那肯定，副总10点半开会，11点相亲，难道飞过来吗？就是。楚总，我们楼顶露台盘旋着一架直升机。什么？哎呦！哎呀！哦，这么多人，11点，我没迟到吧？没有迟到，没有迟到。副总，您终于来了。对不住啊，楚总，我这个人时间观念特别强，就害怕迟到，所以啊，就特意坐这个直升机过来的。但是你们这个小区啊，太不好降落了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借用你们家的露台下来了。这怕不是纨绔，是逆子吧？哎呀，看来这外面传的这俩父子关系不好是真的呀。跟副总这么熟啊，能好才怪。这副总也是不容易，毕竟是自己的孩子，不露个面也不行。露个面而已，好处怕是拿不到了。对不住了啊，第一次来，搞得这么仓促。哎，没事，刚刚好。哎，对了，副总，请坐，请坐。嗯。哎，你们也坐呀，坐。你就是若雪吧？哎，傅伯伯好。好，伯父呢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就准备了一份礼品。父子关系这么差，能准备什么好东西？副总非常重视两家的联姻，特意为楚小姐准备了一点礼物。欧洲王室红宝石珠宝套，欧洲葡萄酒庄园一起，私人海岛一座。出世的子弟结婚后都能得到家族产业10%的股份，阿生的这部分我做主，分一半给他的未婚妻。什么？傅氏的5%的股权，这可值好几个楚家呀！这傅林生不是个纨绔吗？这傅总怎么会？凭什么？楚若雪这个贱人，凭什么生的这么好，嫁的也好，一进门就能拿到傅氏5%的股权？副总，这也太贵重了。这就是百年望族的实力吗？只是上一个联姻就能让我的财富超级加倍。不贵重，一点心意而已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我就知道这天上不会掉馅饼。副总啊，是生意人，精明着呢，给这么多礼物，怕是要把楚氏给赔出去啊！无利不起早，看来傅家的目的是借联姻吞掉楚氏，大伯一定不会同意的。哦，不知道副总是什么条件呢？我希望两个孩子能尽快结婚。只要他们愿意，我们是没意见的。只是这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们回报不起啊。林生是我的长子，我本来应该准备的更全面一点，但时间太仓促，其余的我慢慢补上。我们不需要回报，就说怎么才能早点把这个事情定下来。那您的意思是？这婚丈好不容易愿意结婚，必须得趁热打铁。婚礼需要准备的事情太多了，这拖三拖四的，还得需要很多时间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个时间还早，民政局还没下班，
两个孩子，请领证。这么快啊！啊，爸，我没问题。爸，我和林生现在就去领证。是领证？我们才认识几天？不是5%的股份，我还用想？一看你就是没上过班。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你不会反悔了吧？你想好就行。好，你们两个去领证。明天咱们双方公关部联合拟个公告，对外宣布我们楚傅两家联姻的事儿。7天后，我们联合举办个晚宴，请记者还有双方亲戚朋友来，正式过个明路。婚礼的事儿，你们小两口定。你说怎么样？太顺利了，感觉不对呀。傅家给这么多，想来若雪进去不会收回去。这有钱还怕过不好吗？嘿嘿嘿。副总问你话呢。什么话？领证。我没意见。我没意见，没意见。好，那明天跟阿生来家里吃个午饭。好的，爸。哎，还是我们若雪有福气。哎呀，是啊，像副总这么好的家长，这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呀。哎，那以后我们都是亲戚了。都是亲戚，都是亲戚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这个贱人顺利嫁进傅氏。下次见到我们老大，记得躬身低头说话。以琛，他们是土匪吗？竟然打你！能跟楚若雪玩到一起的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我是绝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真是太过分了！真以为姓傅就能无法无天了吗？傅家姓傅的又不止他一个。就是，傅总现在的夫人也生了2个儿子，他实际还掌管着傅氏旗下制药和化妆品公司。我可以找傅夫人合作开发研究成果的。走。我得发个朋友圈。发给谁看啊？昭告天下呀！我这一刻脑门子上我就刻2个字：已婚。这微信名我都得改成此人已售罄，走路我都自带防小三结界。看来你很喜欢金婚。一般吧，这主要是看跟谁结婚。比如你这种有钱有颜，还洁身自好的，主要还是有钱。拍吧，我们一起拍。此路已封，家有猛夫，擅闯者田后自负。此路已封，家有悍妻，擅闯者田后自负。喂，楚若雪，结婚都不通知我，还是不是朋友？我真是闪婚，不是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吗？你不会是为了气韩以琛那个穷酸货故意的吧？啊，老黄历了啊！我不管，老地方，快来，我要听听怎么个事儿。知道了。我和闺蜜有个约，我先走了啊，有事电话联系。把楚若雪的照片发给咱们农城的兄弟们。是，老大。保证把大嫂盯死，盯死，让你们认识大嫂。知道了。哼，甚人好。老板这么多年不近女色，搞得下面好几个兄弟跃跃欲试。这回他们该死心了。叫下面的人机灵点儿，要是若雪遇到问题，搭一把手。
姐妹我一个一个挑的，足足给你点了4个男模，还是姐妹懂我。可以呀，楚若雪，真不恋爱脑了？你以前问的那个韩以琛，简直是弹牙色变。哎，停停停，黑历史就不要提了。老大，有兄弟说在咱们的酒吧看到了大嫂，她不是跟闺蜜去约会了吗？约在酒吧？她现在在做什么？哥，大嫂点了4个男模，上还是不上啊？等会儿别说话。不，你精挑细选的4个，不是，这谁消费谁啊？以前也不这样啊，他们这里是公认的帅哥多，连服务员放出去都能去小店当头牌的那种。您要是不喜欢，我给您退了。老板说上最丑的，可店里哪有丑的呀？连后厨的厨子都算上，才凑的4个歪瓜裂枣。带下去，带下去。走走走。不过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又憋着啥大招给韩以琛看呢？啊，我真没有啊，我真的已经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了。我信你才怪。不过跟你结婚的冤大头是谁啊？老大，不是有照片吗？你不认识啊？我应该认识吗？咱们南城鼎鼎有名的纨绔，名声巨臭的那个。老大，你疯了？只是做场戏而已，你随便找个人就行了。找个什么人不行，非要找圈里的，到时候要离婚，官司都有的打。我可不是做戏，狗能改得了吃屎，我都不相信你会放弃韩以琛。连原主的闺蜜都不行，啥叫舔狗的身份任重道远啊？他从救你一命开始，你就像被下了蛊一样，舍不得他受一点委屈。他要出国，学校你给他挑最好的尖，你直接投资了一个工作室，让他当老板。别说了，是我眼瞎行吗？他倒是对那白月光痴狂的很。我还不了解你呢。说实话，为什么要找个纨绔结婚呢？这你没看照片吗？联姻能嫁这么帅的老公，我还要想啊。分明就是我花钱都睡不到的男模，纨绔一点怎么了？他还不用我花钱呢。是挺帅的，但玩归玩，结婚啊，你喜欢他吗？我喜不喜欢重要吗？毕竟他可能不喜欢女人。那你还嫁？谁他妈乱传老子谣言？楚伯伯火气挺大呀。他人很不错，我准备努力试试把他掰直。话说回来，他究竟是谁啊？哎呀，傅氏集团傅林生。傅林生？
是楚家那个，天天追着穷酸货跑的倒贴女。你别说，南城名媛论长相，他能排前3，怎么就喜欢个穷小子呀？陈少，要不要去碰碰？碰碰就碰碰，这南城还没有我不敢碰的。那当然，陈少的姑姑可是傅夫人，傅氏真正的大鳄，敢不给陈少面子，是不想混了吗？美女，一起喝一杯。滚！哎，我们是……有你什么事儿？你干嘛？你有病啊？没事吧？我让你喝酒是看得起你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啊，喝酒是吧？啊？啊？陈少，你干什么啊？臭婊子，给我抓住他！老子今天好好跟他玩玩。给我查！是谁说我不喜欢女人的？这个，您不是一碰女人就浑身难受，就跟过敏一样吗？放屁！那是洁身自好。我今天就要让他知道知道，我到底喜不喜欢女人。姐妹，你简直是我的神啊！太帅了！臭婊子，你要干嘛？陈少是吧？姑姑是傅氏夫人，她不会放过你的。想跟我玩是吧？行啊，还玩吗？好玩吗？臭婊子！上还是不上啊？老大说大嫂遇到难处才收手，现在遇到难处的是别人呢。拦着大嫂打人，大嫂会不会不开心啊？舒服了吗？姑姑是傅氏夫人，她不会放过你的。姓祖宗！姓祖宗！祖宗啊！祖宗，祖宗！我叫3声了吗？祖宗，叫的不满意？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公，傅林生，你什么时候娶的老婆？老公他打我，我手都打红了。你明明是他打我，我们都看见了。是都红了，很疼吧？超痛的。老公帮你报仇，打断手脚。好，老大，明明是你打我们，你可给我们打的。打完送去医院接好，等恢复好了再打再送，再好接着打，接着送。傅林生，你不过是傅氏的夫人，你敢！一个保姆上位的贱人，也配做我的长辈？打之前叫陈武给他姑姑打个电话，我看看他怎么不放过。好热。好凉快。好凉快。啊！哇，你怎么这么凉快？哎，不是，你不能喝就别喝，你耍什么酒疯啊？
哇，好大一片！哇，还是很好。这不是我刚眼中的老公吗？去对diện的酒店。好的，老大。哎，stop！ 福林说：“你放下来，放下来。”别走！你喝多了，泡一泡。我们不是已经领证了吗？可以睡的。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你不会真的不喜欢女人吧帅哥，值的，没花钱，想睡还能随时睡，这回觉得不亏。睡完就想走，那再睡一次。还睡？昨晚多危险，以后不许在外面喝酒，万一遇到坏人。别担心，这我喝酒很猛的，这坏人遇到我都得跪。不行，那也不能喝。好，喂，我是傅林生的继母。我是傅林生的继母。你好，阿生在你旁边吧？您说吧。阿生，你打小五的事我不计较，这医院外面的人也该撤了吧？这我没跟你说吗？伤好了还得打。这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你现在也是有家室的人，对？你在威胁我？楚小姐，这次的事因你而起，你怎么说？我啊，拿傅林生没办法，把我当软柿子。我当然是夫唱妇随了。没教养的东西，连我的电话都敢挂！姑姑啊，我可是咱们老陈家唯一的男丁，傅林生那个狗杂种，傅林生那个狗杂种，
他摆明了就是不想让咱老陈家好过，他这分明是冲您来的呀！自打我进了傅家门，傅林生最多就是副爱答不理的样子，从来没有像这样挑拨过脸面。这才刚结婚，就冲向你，当真是找了一个好媳妇儿。那个女的，她就是个狐狸精，她看这个男的就倒贴。几年前，她追个叫韩以琛的穷小子，她追了好几年，又贴钱又贴人，闹得满城风雨。现在嫁进傅家，分明就是想找个接盘的。哦，今晚阿生是不是回老宅吃饭？是的，夫人。我倒要看看这个楚若雪，她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三头六臂。哎呀，这菜凉了，我喊人热热吧。几年不回一趟家，结婚叫你回来吃顿饭都这么难。哎呦，老傅，阿生回来就可以了，我们等一等没关系的。从来没有听说过，当老子还得等儿子的。是你叫爸，这是我的问题。是我第一次来，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，所以硬拉着阿生挑选礼物花了点时间，才耽误了吃饭的。你是说你和阿生一起挑的礼物？这阿生说您平时喜欢喝茶，这睡前还有喝药酒的习惯，所以我和阿生就一起去买了茶，之后还买了一个私人窖藏的百年好酒。这小兔崽子，自从他妈去世后，连个好脸色都不肯给我。没想到他竟然还记得我的喜好，这儿媳妇娶得好啊！贱人，倒是有几分调教人的手段。把东西拿到仓库去吧。哎呀，你说你们来就来了，还带什么礼物啊？浪费钱！而且啊，你爸的身体也大不如以前了。医生说啊，这酒是不能喝的，更何况这茶呢，也只喝自家茶园当年种的新茶，劲儿小。你看，这不都浪费了吗？只能压仓库了。都是孩子们一片心意，你提这个干什么？这酒我看着就不错，今天就喝它了。老傅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不想让孩子们浪费。再说了，别人不知道你的身体，我还不得盯紧着点啊？看来傅林生父子俩关系不好，这个后妈从中没少使劲儿。吃饱了？我还没吃饱呢。一物降一物，这臭小子也有被降住的一天。这看来阿姨把爸照顾得很好啊，也就比别人用心多一点。这用心是一方面，这听说阿姨没嫁给爸之前是金牌保姆哦，还是持有专业护理证的那种。是，这爸的身体的确健康啊，这专业的事情果然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。这看来我回去也得给我爸妈请个保姆，像阿姨你这种有护理证的最好。听说呢，阿姨？还是生闺女好啊，时时刻刻都抢着父母。爸，您说什么呢？找儿媳妇也行啊。爸，您喝汤。好。哦，对了，阿姨，不知道这给我爸请保姆的事情，你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同事啊？我已经10多年没有做这一行了，不清楚。哦，是吗？那太可惜了，这个社会上损失了一名优秀的保姆。唉，
这不过阿姨您能照顾爸，也算是没浪费了您的能力。他笑了。我去厨房看看甜点怎么样了。厉害吧？这媳妇儿娶得好啊！这个贱人竟敢当众下我的面子，提醒我只是保姆上位，只是伺候老夫的一个工具。喂，陈总，说，有个叫韩以琛的研究员，手上有项研究成果，想和我们谈合作。韩以琛？几年前，他追一个叫韩以琛的穷小子，追了好几年，又贴情又贴人，闹得满城风雨。据说这人是少夫人的白月光。白月光？告诉他，下午让他来我公司找我。是，陈总。这个贱人，刚进门就动我娘家人，当众撕我的脸面，嫁了一个死了妈的东西都这么猖狂，哼！也不看看傅家是谁的天下。这个韩以琛有点东西。韩先生，你的科研成果确实很适合用在药妆以及抗衰护肤品的研发上，只是这后续嘛，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开产线，国内敢冒这个风险的只有我们傅氏。傅氏也是我的第一选择。我们傅氏有自己的科研生产线，很少从外面引进新技术。韩先生，如果你肯帮我一个忙，很乐意为您效劳。这位是？这是我的女朋友楚安乐。姓楚？跟楚氏有什么关系吗？楚氏集团的楚总是我大伯。姐姐的心上人跟妹妹在一起，看来楚若雪也就是纸糊的老虎，连堂妹都斗不过。我听说韩先生跟楚氏千金有旧情。我听说韩先生跟楚氏千金有旧情啊。楚若雪的确追过我好几年，方法比较偏激，估计整个南城的人都知道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傅氏是百年好母，这个女人没资格进。找韩先生帮忙呢，是想让阿生以及阿生的父亲能够看清楚这个女人的真面目。我应该怎么做？他那么喜欢你，你勾勾手指，他就会跟你私奔。当然，这事成之后，我们的合作会用到韩先生的研发成果，算你技术入股，给你20%的利润。我要先签合同。你的小女朋友没有意见吧？我姐姐其实不喜欢傅尚，嫁进傅家也是一时冲动。如果能帮她走回正路，我受点委屈没关系的。好差。是啊。楚总见谅，阿生的2个弟弟还在国外，学校没有放假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哎，不要紧，他们的学业要紧。来，自从敲定联姻后，姐姐都不怎么回家，我都没机会通知您来。没事，今天正好，人多，才能让他们丢尽脸。楚若雪，今天过后，南城的人提起你的名字，就只会觉得是个笑话。哇，好美啊！
都说傅少不喜欢女人，人家只是不喜欢丑女人。没人发现傅少也很帅吗？般配。不过就是我不要的破鞋罢了。只要我想，他马上就会跪着求我收留。今天就是个宴会，公布一下婚讯，顺便认识认识双方的亲朋好友，不用紧张。好的吧？哎呀，这时间反正也还早，我就先带孩子们认识一下亲戚吧。对，认认脸。小雪，跟阿姨走吧。好的，阿姨。放心，他要是敢闹幺蛾子的话，我保证哭的人会是他。小雪，我突然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你陪我去趟洗手间吧。认亲戚就认亲戚，你不舒服就去找医生，拉不出来屎就买点开塞露，我跟着能做什么呀？你这人真的好没素质！你这是要骂我吗？哎，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这要是明天记者头条写的是傅氏婆媳不和，婚前第一天活泼就给儿媳下马威，这阿姨恐怕脸上是要不好看了。小贱人，在我面前玩这么低劣的手段，你真的以为我拿你没办法？这就对了嘛，这明明不对付，却要装出一副关系很好的样子，把我当软柿子捏，那你就错了，老贱人。叫我陪你去厕所，把脖子伸出去等着你下套。劝你有时间多看几本宅斗小说，你这手段太低级，已经很难再骗到别人。若雪，老东西，原来在这儿等着。好吧，你赢了，我同意你跟我在一起了。跟我走吧。楚若雪追了韩以琛这么多年，现在终于如愿，可惜等你答应私奔，被傅楚两家厌弃，就会发现韩以琛也不要你，只是个没人要的可怜虫而已。跟我走吧。你凭什么以为我会跟你走？别闹了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其实你心里根本就清楚，你呀根本就离不开我。谁邀请你来的？傅夫人啊。这个不重要。其实这段时间呢，你离开后，我想了很多。我跟安乐之间真的只有兄妹之间的感情，但是对你，醒了吗？醒了就滚！哎，这不是处世千金倒贴了几年的穷小子吗？还没有断干净啊？哪那么容易？我看这处世千金，怕不是为了气白月光才答应的姻缘吧？哎，那可不一定啊，这处世千金的新闻可不少呢。听到了吗？没有人能相信真的能离开我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走还是不走？不走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你疯了！这下别人就该相信我是真看不上你了吧？手疼不疼？他脸皮这么厚，小心震到骨头。是啊，那你给我好好消毒。你以为你打我，我就相信你骗我？狗改不了吃屎！不会说话，舌头就别要了。阿生，大好的日子又闹什么脾气？副总，这个人是韩以琛，跟邵夫人有过几年的感情纠葛，不过主要是邵夫人单相思。不会是抢亲来了？这混账！刚到手的儿媳妇不能就这么废了。先带这位先生下去
检查一下伤势。哎，等等，这位韩先生应该是没有被受邀的，他还对我意图不轨。伯父，我觉得应该先送到警察局问清楚，他这是怎么进来的？这目的又是什么？听若雪的，你去办吧。是，副总。走吧，韩先生。我不是混进来的，我是作为傅氏的合作方受邀来参加宴会的。等等，你说你是傅氏的合作方，把话说清楚。这件事情啊，它是这样的，韩先生呢，他是生物科技的顶尖人才，他手上的研究成果特别适合我们傅氏的药企，还有我们的化妆品的研究，我们正在双方的沟通当中。这个邀请函呢，是从我们这儿发出去的。不愧是男主，这就搭上了傅氏。可惜这研究数据也不属于你。他有什么好看的？这醋吃的也太没道理了。若雪，你的意思呢？既然是合作方的话，那就算了。哎呀，不过不知方不方便问一下阿姨，这合作的项目是？韩先生他是细胞再生的顶尖人才，他手上的研究特别适合用于我们的药企，还有化妆品的研究。细胞再生啊！哎呀，这恐怕阿姨是被骗了。这个项目呢，是我们楚氏旗下的项目，不属于任何个人。楚若雪，你要不要脸？这个项目是我跟手下工作人员共同开发研究的成果，跟楚氏有什么关系？你恐怕不会忘了吧？这个研究室是我全额注资的，这法人代表也是我。没有我的同意，你不能私自使用实验成果，否则的话，那就是泄密，我可以起诉你。你太歹毒了，先是想方设法的毁掉我，现在又想霸占我的成果，你要不要脸？不服啊？啊，请律师去啊。你们这些有钱人，你楚若雪，你们给我等着！连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，真是废物！看来我要想新的办法了。哎呦，这个傅氏这么大的公司都不做背调的吗？这要不是我及时发现的话，这公司得损失多少钱啊！我也是看这个项目有前景，所以我才焦急了一点。哎，这事也不能怪阿姨的。要不说这专业的事情就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干呢。这阿姨只会伺候人，这生意上的事不懂得也是正常的。若雪说的对，专业的事就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，公司的事儿你就不要管了。大好的日子，无端闹出这么一场笑话。让我的不死！这么容易就放过你的白月光了？你这喝的是酒还是醋？酸的，是醋。贱人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傅伯母，我替我姐姐给您道个歉。她从小就被宠坏了，做事情从来不知道分寸。都是千年的狐狸，你跟我玩什么聊斋？你这意思，不想那个小贱人嫁入傅家？您看，我有没有这个机会嫁入傅家呀？有点意思。可是，你是韩先生的女朋友。
韩以琛，我跟他在一起就是为了激怒楚若雪，现在看来他已经没有那个价值。难怪能把楚若雪斗下去，这才是真正的扮猪吃老虎的货色。虽然不知道楚若雪那个小贱人是怎么做到的，但是傅林生他对女人有强烈的心理障碍。哦，外面有传言说傅林生厌女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傅林生如果跟女人有亲密的行为，那他就会浑身过敏，非常不自在。这要是亲密行为再深一点，他就会全身僵硬，呼吸急促。这可能是你的机会。那如果我能把傅林生搞上床，傅夫人能为我做什么？如果你能把傅林生搞上床，傅家少夫人的位置就是你，傅家少夫人的位置就是你的。合作愉快。姐姐，大伯母叫你。我知道了。那我先下去了。姐夫，我姐姐在感情路上一直不顺，跟韩以琛纠葛了这么多年，几乎把心都掏了出去。往后还需要你多包容。收起你那点小心思，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姐夫，你怎么能那么想我？姐夫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滚！看来傅夫人没有骗我。傅林生如果跟女人有亲密的行为，那他就会浑身过敏，非常不自在。这要是亲密行为再深一点，他就会全身僵硬，呼吸急促。妈，你们说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阿生的爸爸说，以为阿生这辈子都娶不到媳妇儿了呢，没想到啊，最后是让你给拿下了。傅伯伯是说笑了，这杨阿生的条件，就算没有我，娶媳妇儿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怎么娶啊？这小子对女人有严重的心理障碍，别人碰一下都不行，就跟过了敏一样。要是不小心过度接触，还会肢体僵硬，呼吸困难。这次啊，还好遇到你。还有这种事儿啊？唉，自从他妈妈去世后，就这样了。哎，你怎么自己过来了？阿生呢？妈，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？我没有啊。大伯母叫你，他到底要做什么？妈、爸、伯伯，你们先等一下啊。滚！姐夫，姐夫，姐夫，我姐姐有的我都有，我还可以更懂事。你想死吗？死？傅氏做的可是正经生意，又不是杀人放火那些亡命之徒。
我比我那个蠢货堂姐可强多了。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不想死的话，就滚远点！你就试一次嘛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特意晚来了10几分钟，楚安乐应该已经成事了吧？阿生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是你？傅雷生有危险，快找！我去监控室看看。你试一次嘛。你找死！傅雷生，没事吧？老大，这个女人怎么处理？陈香，姐姐，救我！我错了，是傅夫人。傅夫人用以琛要挟我，让我勾引姐夫的。这傅夫人或许有这个意思，但你肯定也不是无辜的。姐姐，你要相信我。大伯身体不好，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儿，他一定会担心的。这韩以琛是不是在你手里？这韩以琛是不是在你手里？没。我看到顾秘书把人拖下去了，以你这个粗罐子的性格，这次肯定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他的。是又怎么样？你舍不得？对，我这个妹妹这么喜欢他，那我这次就成全他一次。傅夫人这个狡猾老狐狸肯定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。这记者应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吧？你不会是想救那小白脸，故意的说辞吧？你这个醋罐子真是没救了。照若雪说的做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怕什么？这梦想成真，不应该是件高兴的事儿吗？这很快全南城的人都会祝福你的。楚若雪，你这个贱人！等会儿见啊。阿生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是你啊？是你叫我帮忙对付。闭嘴！哎呀，这里没有什么好拍的，不过是2个小角色，免得浪费大家的内存啊！先出去，先出去啊！你们现在什么都没有，说话之前要想清楚自己的身份。外面怎么这么多记者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没什么，就是一些小年轻情难自禁，不注意场合，都是一些小问题，我安排人处理一下。安乐，怎么是你啊？安乐，大伯，我现在还不能跟这只老狐狸硬刚，那样只会叫楚若雪那个贱人得利。又是你这个王八蛋！你怎么专挑我们家过不去？又是你这个王八蛋！你怎么专挑我们家过不去？是你女儿贱，像狗一样在我屁股后面跟着，怪不得别人。你闭嘴！还以为是我在害你。爸，都发生了，这种事情生气也没有用。这安乐和韩以琛竟然两情相悦，这么多媒体也拍到了，要不就成全他们吧。贱人，韩以琛现在什么都没有，
让我嫁给他，摆明了不想叫我好过。他真的不在乎了。休想！我楚家的人就算烂了臭了，也不会嫁给他这种品行不端的东西。爸，这是安乐的事儿，总得问问安乐的意见，对吧？安乐，你说话呀！我就是要你们明面上撕破脸。安乐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苦的。大伯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跟韩以琛来往。这回你该清楚谁是工具人了。安乐，你我是大伯养大的，我不想惹大伯生气。他真是两头不得罪。副总，不好意思，叫你看笑话了。放心，今天来的这些记者都是自己人，不会出去乱说的。你先回家，回去再说。我告诉你，离我家远点，否则有你好看。走走走，贱人，走着瞧。丢到江里。不用。不用，你就把楚安乐怎么勾引傅林生，要尾随他到厕所，主动勾引的视频发给韩以琛一份。不可能，安乐根本不可能背叛我，这才是你的最终目的。先是得不到我，让我一无所有，然后又逼走安乐，挑拨我们的关系。你以为这样，我就能重新回到你的身边，任你摆布？做梦！是不是搞错了一件事情啊？我只是收回我自己的东西，这至于毁了你吗？这也许……你本身就什么都不是。楚安乐，你怎么敢骗我？傅夫人，我们做一笔交易。哦，你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交易的？我知道您一向不喜欢楚若雪，给我1个亿，我来帮你解决掉她。钱，明天会有人送到你家里。又吃醋啦？这不是不想脏了你的手吗？你后妈还在一旁虎视眈眈，也不好留下把柄给他是不？说我就让韩以琛他们先狗咬狗，我们再慢慢收拾他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你对女性身体接触障碍这么严重，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啊？哎，你对女性身体接触障碍这么严重，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从你第一次碰我，我就没感觉。可能你不一样吧？我的确是别样的聪明又美丽。这么说也没错。哎，对了，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心理障碍？可能是因为我妈吧。靠边停车。好的，老大。
从他想带我去死的那天开始。我爸妈也是商业联姻，不一样的是，我爸能接受家族规训，坦然接受联姻式婚姻，我妈更向往自由的恋爱，只是抵不住家里的压力，才嫁进夫家。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婚姻并不是他想要的，他病了，他不再爱笑，也不肯说话，甚至会因为我跟我不太像而讨厌我。直到最后一次，他歉疚地抱了抱我，说要带我回去看外公外婆。在路上接了一通我爸要一起来的电话后，病症突然发作，开车带着我猛地冲向了绿化带。他死了。在我看到他的担架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，我的心理障碍第一次发作。他是姐，他有眼吗？他只是病了，这不是他本来的样子。无所谓了，我也算死过一次，不欠他什么。无所谓了，我也算死过一次，我不欠他什么。喂，我们底下的兄弟刚递上来消息，说有人出高价请他买命。不是说过不允许做这种事情吗？怎么还递消息上来？对方要买楚若雪姐妹俩的命。好，顺着线往后查，看看是谁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没事。最近若雪得罪过的人，希望他不要出。您交代的事办好了，韩以琛请的人，据说是南城地下头子，灵野手底下的狠角色刀疤。刀疤，这个小贱人，仗着有几分小聪明，就敢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哼，这次命都没了，我看他拿什么跟我斗。对方问：“你有话要给楚若雪留吗？”为什么是我？要他楚若雪命的人是他韩以琛。好的，夫人，我会问问他要不要给楚若雪留话。哼，问问地址在哪儿，我们去给这个儿媳妇儿收尸，顺便对韩以琛斩草除根。找到了，是韩以琛做的。我们的人问对方有没有话留，他说要亲自跟楚若雪说。韩以琛，他给不了那么多钱。我明天想办法把若雪支出去，找人带她来。你连夜飞趟法国，带凌云凌风那两个小家伙出去玩一圈，记得给我发语音消息。傅令生好惨，都没体会过什么家庭的温暖。当年的车祸，傅令生说他妈妈歉疚地抱了抱他，还说要去外婆家。会不会那个时候他妈妈没想死？领证以来，你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，今天怎么起这么早？
当然是为了抓住你的胃啊！快去洗手吃饭。忙完婚庆的事，你也能休息一会儿了。朋友送了我2张演唱会的票，你跟朋友去看看。你不去吗？我今天有点事，票不去看的话就过期了。好吧，那我跟江妮一起去。我晚上在家等你。正好找江妮查查傅林生当年车祸的事，也许另有隐情。这么好心，请我去看演唱会。这也没那么好心。姑父不是有关系吗？我想让你帮我查一下傅林生妈妈车祸的事情。你这是赤裸裸的把朋友当人脉用啊！上次订婚晚宴也邀请我去。哎呀，这订婚晚宴有什么好去的？来的都是记者、双方集团的合作商、亲戚什么的，哎呀，都不好玩。等到我结婚的时候，我肯定是要邀请你做伴娘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不过你新婚生活怎么样？上次在酒吧见到你老公，看着还挺直的。确定了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他喜欢女神。这算什么？你们已经睡了？合法夫妻，做合法的事。你认真的？那韩以琛怎么办？哎，打住啊！这只是黑历史，你不许给我再提了啊！哎，查到了啊！你念给我听。原来是这样。当时车祸定性为自杀，车主抑郁症并发。可冲撞大货车的过程中，车主好像意识有所挣扎，迎面而来的大车及时打住方向盘，驾驶舱撞到大车全毁。他本来是想撞大车的，可是在最后一刻，他是有求生意识的。可选择求生的话，驾驶舱就不会撞毁了，人下意识避险会往左打，但记录显示方向盘朝右打，有可能他是想救别人。他并不是真的想带着傅林生去死，他只是病了。宝宝，今天我就不陪你去看演唱会了，你这份资料发我一份。你是耍我呢？哎呀，下次你有什么要求，我保证我全都照做，行吗？我自己去酒吧找男模。哦呀，哎呀，乖，哎呀，傅林生要是知道他妈妈在最后一刻是想救下他，是不是会好过一点？人已经给你绑来了，要有什么话说吧。以琛，你是来救我的！闭嘴！打我！别装了，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，跟我在一起只为了气楚若晓而已。他怎么知道？以琛，你是在怪我那天跟大伯回去吗？你知道的，我是寄人篱下，我不能忤逆大伯的。寄人篱下，就是因为你说自己是寄人篱下，我才以为我们是一样的人，对你百倍珍惜。楚若雪恨不得把楚氏送给我，我都没有动摇。结果呢？他妈的，你去勾引傅林生！我没有，见我没有用，想把我甩了是吗？门都没有！能有今天，全都是你们这两个贱人害的！你们都给我去死！你是谁？是要你命的人。你在这里，我的地方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怎么可能？怎么，很震惊我区区一个纨绔能有这个能力是吗？绑起来！傅林生，若雪最后给我监控，就是为了让我看清楚王乐真面目，想要挽回我。如果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这种脏活，楚若雪是不会知道的。哎，喂，
我有个事情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你在哪里啊？我要当面告诉你。我现在不太方便，晚上回家说好吗？嗯。晚上见。救命！我在64号仓库！救命！我在64号仓库！刚才的声音听着怎么那么像传乐？他从昨天晚上接到电话就开始不对。难道他今天要做的事情是？对不起啊，灵爷。灵爷，掌控南城地下秩序的灵爷。我的人顾不起，我现在就想确认起你背后的人是谁。我是不会上当的，我不说对你们还有利用价值，我一旦说了，马上就会被灭口。你不说就算了，反正我早晚能查到，早就看得不顺眼。丢到江里喂鱼吧。我说，是傅夫人。果然是他。若雪最近得罪最多的人就是这个老东西。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吗？你刚刚说的没错，你现在是没有价值了，灭口是你最好的去处。不过，看你刚才说的那么干脆的份上，送你一个黄泉路上的嘴巴。老大，车都准备好了。傅林生，你怎么会到这儿？救命！我在64号仓库！我不是说不想让你遭了手吗？他们想要你的命。他没这个实力，背后的人应该是你后妈。是有点聪明。孩子们，你们今天必死无疑了。看来老头子平常不怎么给你拴链子，一条狗也敢出来乱吠。闭嘴！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。你想清楚，这傅灵山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傅总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这个贱种有什么事儿，那也是他韩以琛为情杀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从他买凶杀人跟我合作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就是内定的杀人凶手。我本来只是想着替楚若雪这个贱人收尸，哪知道给我这么大一个惊喜啊！你真以为你能吃得下我吗？人吃不下，枪可以。你说你好好的做一个纨绔不好吗？也不好好管教你的媳妇儿，处处跟我作对，这下好了，哼！去地府做一对苦命鸳鸯。你想清楚了？他要做什么？开枪！你的2个儿子从一出国就已经在我的人的监控范围内了。你少在这儿骗我！林峰、凌云是老父亲自安排的，国家和学校都是保密的，且有专人保护。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，哪来这么大能量？哼，看来老头子没告诉你，傅氏有些上不得台面的生意手段，8年前就已经在我手里。你觉得你还有这个能力站住？傅林生还有马甲，安麦少主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老夫他不会把林峰、凌云的命交到你的手里。妈妈，哥哥叫人来看我们了，还带我们去游乐园玩。你还要斗吗？不斗了，我输了。你想要我怎么样？自裁谢罪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但是，你不能动林峰、凌云的命。没资格跟我讲条件。
等，哎，等等，现在都法治社会了，这种事就交给警察了。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这种事情给自己的人生留下污点。可是，他们想要你的命。放心，谁都要不了我的命。听若雪的，把人放了，带他们一起跟陈婉婷去警察局自首。你个废物，自己不行，还要怪别人害你！我是废物，那你又是什么东西？个勾引姐姐男人的贱货！你不要脸！我不要脸？你在床上搔首弄姿勾引我的时候就要脸了吗？凭什么我去警察局自首，你一点事儿没有？你给我去死！抓起来！我有今天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！报警吧。好的，老板。吓到了。是有一点。你说有事情要跟我分享，是什么事？你说有事情要跟我分享，什么事？啊，这个是你们当年的车祸记录，记录显示车主本来是要撞大车的，在快撞上的时候意识有所挣扎，及时往右打方向盘，驾驶舱撞毁，救下了你。你把心锁起，钥匙在云端。你看，他只是生病了，并不是真的想带你去死。他在生命最后一刻，还是想救下你的。小小的我们飞不过指尖，但我愿意忘记微光如星辰，为你。谢谢你。宝宝，看，还是有人爱你的。你的妈妈是你，你的爸爸也很爱你，大家只是不会表达。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我愿意，不怀疑，不哭泣，不畏惧，不逃避，尖酸的耳语，去甜蜜，去开心。这安乐呀，从小就在我们膝下长大，我们把她当成女儿养，真的不愿意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结局。他心术不正，勾结韩以琛害若雪，也算是。对了，傅夫人病逝后，傅总一下子也老了许多，你们俩没事儿就去看看他吧。他倒是对那个护工情深意切。我们都老了，剩下的日子不多了。年轻人呐，你不能因为一时义气就跟父母闹别扭。傅总他还是很牵挂你的。我们今天没事，要不就去看看你爸。老爷，少爷和少夫人回来了。爸，若雪来了。爸，你最近没有休息好吗？你怎么看着精神不太好啊？有吗？没那个保姆陪着，心情能好才怪呢。陈婉婷的事，的确是我不对。当初我就是想找个门没第的，
也不会对你们的地位有什么威胁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我自己的亲事会养大他的野心。不找，不是更好？当年你妈妈突然去世，外面对傅氏猜测诸多，再加上股市一直严重下跌，家族内部不停的施压，他们想让我再次联姻别的豪门。经过你妈妈的事，我也不想再联姻了，干脆就娶一个门槛低的，愿意的，也绝了家族旁人的野心。看，你误会罢了吧？我就说他对你这么好，可不像是作假。我也有不对，不用替我开脱。爸，爸，你叫我什么？爸，对不起。儿子，你不用跟爸说对不起。若雪，你知道我等这一声爸，我等了多少年吗？我就知道我这个儿媳妇学得好。爸，真有你一句话，我就干劲十足了呀！干劲十足好啊！我们老后就得靠你们俩使劲了。靠我啊！爸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就不负乳命啦！快去倒杯水，我要敬咱爸一杯茶。这杯茶已经收到了。接住了，接住了！这破店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了，这霸道女总裁轮到我来当当了。